You'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. If we change it, you'll know how.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. Once you let it change. Hey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 Plus Rock。上支影片跟大家介绍 Uniqlo C 2026春夏季所推出的新品，同时也有跟大家介绍两款非常实用的100% Pure Cashmere Car Coat， 一款是身形跟我类似，身高165到180都可以运用的灰色调那款 Cashmere， 另一套则是身高150到165左右那款深灰色 Cashmere Car Coat， 两款都是非常实用 ，Cashmere 的面料品质也非常赞的款式，有兴趣尝试真正好的 Cashmere 的款式的话，大家可以参考看一看上一部影片介绍。今天只是要来聊聊即将在2月27，也就是影片释出当天所推出的2026春夏季 Uniqlo 跟 JW Anderson 的联名系列。这一次 JW Anderson 春夏季的联名设计主题是玩趣学院风，同样又是他过往最常运用的这种学院风的设计路线。推出的款式中也有过去释出的类似的款式，同时也有释出全新的这种学院风设计。今天就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分享有哪几款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款式，待会跟大家分析跟介绍。好，那就今天做人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 John OTT。OK， 今天搭配走的是英式优雅路线的冬季 Cashmere 混搭。首先，裤装的部分是 Loro Piana 的灰色调的 Taper Pants 锥形西装裤，内搭则是去年秋冬季 U 系列所推出的这个 Merrellwood 的针织衫。皮靴的部分同样是西班牙手工皮靴品牌 Zamfir。最后，大衣的部分就是今天混搭的重点。在之前影片中有介绍过几款 Burberry 的 Cashmere Car Coat， 之前介绍款式都是灰黑色调，当然灰黑色调是最实搭耐用的组合。不过讲到 Burberry 的这种 Cashmere 大衣，在光泽呈现上，除了灰色调的款式我非常推荐之外，再来我非常推荐的就是 Camel 色调这种骆驼棕色调的款式。因为这种 Camel 棕的话，色调上比较浅嘛，最明显的就是无论是太阳光、自然光打下来的瞬间，它的光泽感就会更加显眼。所以除了灰色调的款式之外，你如果想要单纯穿上它之后，别人远远看就知道，这个人穿的是 Cashmere 的大衣，比较高档的这种 Cashmere 大衣。Camel 棕的色调非常推荐。论这种光泽显眼度的话 ，Camel 棕是非常明显，而且单论 Vintage 市场来说 ，Camel 棕色调的珍稀性反而比灰黑色调的 Burberry Cashmere 更少。而且 Camel 棕它是偏淡色调，所以状态维持的今天这种等级这么漂亮的话，其实非常少见。整体状态大约是7到8成新左右。Cashmere 这种光泽状态还有触感来说，维持得非常漂亮。整体面料部分，它是采用50%的 Cashmere 混50%的 Lamb's Wool， 顾名思义就是还有再混了50%的小羊毛。Burberry 主线的 Cashmere 它用料本身就非常顶了，所以即便不是100%的 Cashmere， 可是50%的 Cashmere 混上50%的 Lamb's Wool 的话，触感跟100% Cashmere 几乎是完全一样。单论触感来说，其实已经比很多坊间100% Cashmere 的他牌的品牌更加好。Burberry 的用料真的非常赞，这个阴影的呈现就非常顶，非常漂亮。而且尺寸上来说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完美的。身高172 80公斤，平常 Uniqlo 都穿 XL 左右，这一件的话穿起来非常宽松舒服。官方尺码是 Large， 以我身形穿就是宽松舒适，跟上支影片介绍的灰色调的那款 Cashmere 差不多，就是身高165到180左右都可以参考看看。介于这个身高以内的人穿起来肯定都很好看。另外这一件还有很多设计 detail， 我觉得还蛮推荐的，待会一一跟大家介绍。首先版型设计上来说是标准的 Carco 版型，也是 Burberry 经典款设计之一。同时它的衣长部分，以我身形172的话，实穿是非常刚好，衣长设计还有袖长都非常理想。
胸宽也完全不会紧绷。腋下，如果你怕那种腋下紧紧的感觉，像我的腋下这边的肌群已经练得比较宽、比较壮硕，以我的身形也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，所以是非常宽松舒服。如果你平常有健身习惯，不想要穿太紧绷、太贴身的话，这一件的 size 感是非常理想。再来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它的设计 detail。首先，正面采用翻领标准的5扣设计，这一件不同点是在于在领子这边也有多加一个领扣式的设计，所以待会全部立领全扣给大家看的情况下，就知道脖子的保暖性会更加明显，因为它全部都可以扣起来。同时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颗纽扣纹路都不一样？它这一件的话，虽然商品标签没有特别注明，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说，看它的纹理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同样是选用这种天然的水牛角扣，而且每一颗的纹理都完全不一样。毕竟它主体色调是 camo 棕色调嘛，所以它的纽扣当然会选择淡色系。那这种淡色系的水牛角扣的话，肉眼看就有一种很像象牙的那种很漂亮的色泽，会比灰黑色调的那种水牛角扣更加显眼。你如果想要穿的比较明显的有这种高级感的话 ，camo 棕色调就是非常明显，很推荐这样的设计。袖口这边也同样都是选用这种水牛角扣的设计，同时一般这种卡扣设计多半都是只有单扣设计，这件的话它是给你做双扣调节，所以有第二颗纽扣的情况，假如你骑车很怕风灌进去的话，扣到内侧，它整个袖子就是绑起来的。这样子风就完全不会灌进来。如果是骑车的话，你再戴个手套，它刚好可以套进去。这样子骑车的情况下就非常完整。所以你看，有扣跟没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有扣的话就整个竖起来，保暖性来说就非常赞，风就不会灌进来。有多了这个双扣调节就非常实用。我们看一下口袋的部分，口袋它同样也是采用侧边这种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设计，那同样也是采用这种纽扣式的设计，所以你不要用的情况下可以把它扣起来。再来很重要的 detail 就是除了内侧直接插进去的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之外，它同样也有这个贯通口袋的设计。贯通口袋的话，天气很冷的情况下，你要拿内侧裤子口袋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拿。这一件的感觉就是这样，往下插保暖口袋，那稍微往上一点就是贯通口袋的设计。这个贯通口袋设计其实比较常看到的就只有 Burberry 会做这样的设计，应该是蛮多人会喜欢这样的设计啊。有些重要的东西还是会放在裤子口袋嘛，这个设计 detail 就蛮方便。左胸内侧还有一个暗带式的设计，在下方这边就有这个刺绣标的设计，那这个刺绣标就代表是它选用的羊毛面料全部都是用新款的羊毛，不是那种再生的回收羊毛。再来就是内里的部分。这件内里的话，跟平常 Burberry 主线的设计差不多，都是选用这种非常舒服、滑顺、冰凉的缎面式内里设计。有了这个缎面内里的设计的话，实穿上比较滑顺舒服，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。两袖内侧同样也是这种缎面内里式的设计，给大家看一下没有立领的感觉。一般你如果上班低调一点，或者是依照你的搭配风格，你今天想要不要立领的情况下，就是这样翻下来，感觉上很低调自然。我很喜欢它 Burberry 的这一款，就是在于它很自然有漂亮的这种 A line 曲线，而且整件穿起来非常轻盈，穿起来非常轻，完全不像是大衣该有的那种厚重分量感。Cashmere 的特色之一就是很轻盈，触感又这么顶。触摸动物皮肤的感觉，这一件的话真的是非常明显，你只要一举手凹起来的瞬间，那个阴影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 Cashmere 的大衣的那种光泽感。一般纯羊毛的话，不会呈现这么漂亮的光泽感，这个就是 Cashmere 他们特有的那种光泽美感，非常漂亮。日常搭配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种卡扣版型，你就立领，然后前侧稍微压下来，这样的话整体正面的视觉感觉会比较立体，同时后领的部分又有挡风效果。你看正面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立体漂亮，很推荐这样的搭配。我们看到招牌 Raglan 无间线设计，
侧边的视觉效果就非常漂亮，没有任何垫肩，没有任何肩线，自然漂亮的肩线处理。所以这个 Raglan 的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你如果想要穿得更加休闲的时候，你内侧搭配普通的 hoodie 套衫啊，或者是休闲衫，甚至是 T 恤也完全 OK。稍微扣起来给大家看看，这件的话，同样我推荐就是扣上排的第3颗跟第4颗就够了。这样子插口袋就很好看。你看，像我已经有肚子啊，胸宽也比较宽的人，整个穿起来非常宽松舒服，完全没有任何紧绷的感觉。它这件的话，内侧是可以搭配成套的西装，是完全 OK。我待会套起来给大家看看。天冷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全扣给大家看看。好，全扣感觉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全扣之后，只会露出一颗领扣，这样看起来就非常低调自然。而且全扣之后，肩线的效果就更加显眼，胸部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，非常好看。多了这个立领的这个领扣啊，真的寒流来非常冷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这样子把它扣起来，脖子就会完全包覆起来，这样子风就完全不会灌进来。你看，完全没有任何缝隙的感觉。所以 Cashmere 大衣就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啦。你如果在冬季想要穿的稍微优雅一点，而且你想要瞬间穿出有一点不一样的气场的话， Cashmere 大衣就是有这种效果。很推荐用这样的这种 Camo 棕色调来尝试看看。一般上班族应该会很好奇这样子能不能内侧搭西装，我就直接套这一件 Loro Piana 的上身给大家看看。上身就是裤装的这款 Loro Piana 的 New Zealand Merino Wool 的这一件。好，那再搭配刚刚的 Cashmere 大衣。穿起来感觉就是这样，内侧搭配这种 classic 的西装成套，一样是有那种垫肩式的设计哦，完全 OK， 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。你看穿上有垫肩的这种典型的西装成套 ，Burberry 的这个 Raglan 设计，自然糊下来的这种效果，就有修饰肩宽的感觉。整体视觉效果来说是非常和谐自然。你看扣起来。完全不会紧绷，完全 OK。你甚至还想再加个围巾之类的，内侧搭配是比较厚的那种针织衫也 OK。所以这样的组合起来的效果就非常好看。这样实穿就可以想象，你一般休闲外出啊，甚至是出国使用，绝对都非常万用。或者就是一般通勤上班使用，内侧成套西装，外侧再搭配这一件，这样子视觉效果的完整性来说就非常好看。秋冬季多一件大衣的整个气场、整个气势感觉就很不一样。再来饰品的部分，左手同样是搭配1990年代的 Seiko Dolce。Seiko Dolce 面盘的这种色泽搭配 Burberry 的这一款 Camel Brown 的色调的话，整个组合起来和谐度来说是非常完整。所以今天就是用这样的搭配方式，内侧搭配 Loro Piana 的西装，外侧搭配这一款，这样整体组合起来就非常好看。这样的组合方式很推荐，在现代日常使用完全没有违和感。市场上非常少见的 Camo 棕色调的 Burberry Cashmere， 状态也是维持了7到8成新，光泽、触感这种柔肤性的感觉，真的很推荐的一款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简单介绍今天搭配呢，马上就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，即将在2月27号星期五开卖的 Uniqlo 跟 JW Anderson 联名系列。我们先来看外套的部分。首先，男装拉链不老身外套，颜色推出 Pink、Beige、
olive 跟 blue， 在色调上来说还蛮不错的，很有春夏季的季节感。版型设计上又很极简万用，所以整体而言是非常适合日常休闲搭配的一个款式，而且很符合现今的流行趋势，或者是你身高没有很高的人，这种中短版的设计就非常推荐。以我的身形差不多 L 就可以穿宽松，那 XL 穿出 oversize 的感觉。如果是春夏季的话，我会想要尝试看看 beige 的色调，应该有很多变化选择。售价1490元，男装防风立领连帽外套，颜色推出 beige、olive 跟 navy。春夏季的话，我一样是推荐大家可以尝试 beige 的色调。衣长的部分算是比较偏 regular 的中版外套的感觉。设计 detail 上来说，它是采用比较偏挺的这种立领式的设计。看它的帽子的细节 detail 的话，它是可以折到领子内侧的这种收纳帽的设计。日常搭配还蛮实用，而且它是有防泼水的效果。内里是网眼式的设计，所以是蛮透气的设计。春夏季通勤族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是这次 JW联名中最实用的外套款式，轻薄舒服，有防泼水，那内侧又是网眼，比较透气，那版型设计上又很极简干净。以我的身形大概就是 L 穿宽松，那 XL 穿出 oversize 的感觉。售价是1990元。再来男装 Miracle Air 西装外套，这一件的话已经推出蛮多年的，我已经看到这一件很多次了。不过就是一个蛮 regular 低调的学院风感觉啊。你如果真正喜欢学院风的话，其实蛮推荐我之前影片中也有介绍过 Burberry 过去所推出的那种 double breasted navy blazer 那种款式的话，比较正宗的感觉，双排扣的效果绝对比单排扣的那种视觉感觉更加抢眼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我之前影片有介绍过的款式，链接会放在下方介绍。Navy double breasted blazer， 而且是 Burberry 的那种金扣设计的话，是最传统正宗的感觉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一件的话，我就没有非常推荐了，毕竟它已经推出很多次，售价是1990元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衬衫的部分。男装牛仔衬衫颜色推出浅蓝、一般的 blue 的色调跟深丹宁的这种 blue 的色调。色泽上来说，中间的这个 regular blue 的感觉还蛮自然好看的。你如果搭配那种水洗旧化的丹宁裤的话，组合起来应该是蛮自然的。版型设计上是那种标准的牛仔衬衫的感觉。我的话 L 穿合身，那 XL 穿出宽松感。这件的话，可能你如果是想要纯粹放出来的话，衣裳会稍长的那种感觉。多半你如果想要穿得更加自然的话，建议是直接扎裤子使用会比较自然。这件的话就蛮适合你想要搭配中穿那种全身丹宁的那种 cowboy 的感觉的话，这一件我觉得蛮适合。它售价是990元。男装牛津宽版衬衫，去年好像也有推出类似的款式啦，算是它的标准款式。如果你是想要找可以不用扎裤子的那种衬衫的话，他们的款式我觉得还蛮刚好的。售价990，那它同样还有推出条纹的版本，我就不额外介绍了。男装轻型牛仔宽版衬衫，跟刚刚那一款的感觉又稍稍有点不同。这一件的话有推出普通的丹宁色调，还有深丹宁色调。看一下尺寸表，这一件的话，感觉版型上就是比较宽版的那种感觉。那我的身形的话 ，M 穿宽松 ，L 穿出 oversize 的感觉。如果是你想要单穿使用的话，我觉得选择这一款会比刚刚那个双口袋的牛仔衬衫更加自然啊。刚刚那一款是扎裤子比较合适，这一件的话就是直接放出来，还蛮自然好看的。售价一样是990元。男装牛仔宽版衬衫，颜色推出浅蓝跟一般的 blue 的色调，稍微深的这种丹宁色调的话，感觉在纹理的呈现上比较自然好看。这件的话，我觉得视觉效果还蛮好看，而且它是这种开襟衫的话，在夏季日常搭配，我觉得是非常实用。这一件的话，它设计的够宽版，而且尺寸上来说也是蛮实用的，衣长不会过长。以我的身形就是 L 穿宽松，那 XL 穿出 oversize 的感觉。售价990元。在上衣的这些 polo 衫，还有一些拼接的短袖 T 啊，拼接色调的休闲长袖上
上衣，我就不额外介绍。这些款式我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啊。我个人其实没有非常喜欢 JW Anderson 很常会推出的这种拼接色调的这一类的设计。再来裤装的部分，除了它 regular 已经释出的那种直筒牛仔裤之外，这一次即将释出的是男装赤耳直筒牛仔裤，目前只有商品照，感觉上是蛮扎实的这种用料。我是看他们日本店员混搭的感觉，这一款的话是非常好看，深丹宁的饱满色泽，那再加上它这种直挺的效果，售价12900元。再来这一次推出的裤装中，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会是男装宽版直筒牛仔裤，颜色推出 beige、blue 跟深丹宁的 blue。这一件的话，我个人会推荐可以参考看看 beige 或者是普通色调的 blue， 浅色的 blue 还蛮有特色的，感觉是比较偏厚棒的这种裤型。看一下日本店员混搭，你看他穿这个 beige 色调的话，反折的那种效果还蛮不错，很有以前美式工装比较偏厚棒的那种卡其裤装的感觉，穿起来感觉够宽，售价1490元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2026春夏季 Uniqlo 跟 JW Anderson 联名有释出怎样的新品。基本上设计风格跟往常差不多，学院风的路线。不过它这次多了很多牛仔丹宁类的单品。那另外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今天搭配这款非常稀有好看的 Camo 棕色调的 Burberry Cashmere Cargo。这一件的尺寸基本上真的是黄金 size 感啊，绝大多数的男生都可以尝试看看的衣裳，还有它的袖长也拿捏得非常刚好，再加上这么漂亮的这种水牛角扣跟 cashmere 的这种组合，真的非常推荐的款式。这一款的话，近几年也只有找到这一件而已，所以很难得可以找到这一款跟大家做分享。最近我也有陆续上架几款不是 Burberry 款式的80年代的100% pure cashmere cargo，其中有一款我觉得很推荐，就是这件正黑色调的 Cashmere Cargo， 它的状态是库存新品等级，完全没有使用痕迹，100% Cashmere 超轻，然后光泽感非常漂亮。如果不想要穿那种稍微有点旧化感的话，这一件新品的版本真的很推荐，而且它是更长的衣长，宽松感也更宽松，所以是适合170到185左右。衣长设计还有 A line 曲线来说，设计的是非常漂亮，很推荐款式。那链接我也放在下方介绍给大家看看。今天介绍的这几款新品的商品链接，还有今天实穿的这一款 Burberry 的 Cashmere Cargo 配件的 Seco Dolce， 所有商品链接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，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这类型穿搭影片是国妈军的话，再不要大家发现各频道，并且开小铃铛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，也可以follow下还有收录下品卖场进取上的新品，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 Shrug， 我们下次见。